如果你经常在城市里开车，尤其是在早晚高峰、商场停车场、地库出口、红绿灯密集路段，你会慢慢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但又有点扎眼的现象：很多电车的车尾都会有一小块不太规则的凹陷。不严重，不夸张，不至于报保险，甚至有些车主自己都懒得修。但只要你稍微留意，就会发现这种凹陷出现的极其频繁，而且位置高度相似。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几乎都集中在后保险杠中间偏上的位置。这并不是个别车主不小心，也不是某几款电车设计缺陷，更不是电车质量差的证据。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只属于电车时代的产物。在油车时代，减速这件事是有声音的。你要慢下来，脚一定会踩刹车，你一踩刹车，刹车灯就会亮，刹车灯一亮，后车就会条件反射的跟着减速。这个逻辑几十年没有变过，几乎已经被写进了所有驾驶员的肌肉记忆里。哪怕是刚拿驾照的新手，也很清楚一件事：前车不亮刹车灯，大概率意味着它还在匀速行驶。但电车改变了这一切。电车有一个油车时代从未真正存在过的东西——动能回收。只要你松开电门，电机就会立刻从驱动车辆切换为发电制动，车轮的动能被回收转化为电能，车辆本身就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减速效果。在很多调教偏激进的车型上，这个减速强度已经非常接近油车轻踩甚至中踩刹车的感觉。问题在于，在相当一部分电车的逻辑里，只要你没有踩下刹车踏板，刹车灯就不会亮，或者亮得非常滞后。于是，一个非常微妙却极其危险的错位就出现了。从电车驾驶者的角度看，一切都很自然。前方路口快到了，松电门，车开始顺顺的慢下来，不用踩刹车，不用点头式减速，体验非常高级，非常新能源。可从后车驾驶者的视角看，画面却完全不同。前车尾灯没有任何变化，没有红色警示信号，但车速却在悄无声息的下降。后车的判断依据仍然是油车时代那套老逻辑：没亮灯等于没减速。等到后车真正意识到前车怎么突然变慢了的时候，往往已经距离过近，只能猛踩刹车，甚至来不及完全刹住。于是就会发生一种非常典型的碰撞形式：低速正后方轻微接触。这种接触不会把车撞坏，也不会伤到人，很多时候连防撞梁都不会真正吃力，但刚好足以把后保险杠那一块塑料覆盖件顶出一个凹陷。你听不到多大的响声，车也还能正常开，修不修都不影响使用，但那一小块痕迹会一直留在那里，像是电车时代留下的一枚印章。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这些凹陷往往长得都差不多，位置相似，大小相近，形态统一，因为它们并不是随机事故造成的，而是发生在高度相同的驾驶场景里。城市低速跟车本身车距就短，红绿灯前匝道入口拥堵路段，驾驶者的注意力本来就更容易放松，再加上电车松电门就减速却不一定亮灯的特性，追尾几乎变成了一种概率事件。电车最适合的环境恰恰就是走走停停的城市道路，而这本身就是追尾事故的高发场景。低速意味着心理警惕性下降，频繁启停意味着判断负担增加。当大多数电车都长期运行在这种环境里，哪怕单次风险并不夸张，长期叠加下来也会让这种轻微追尾变得非常普遍。再加上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车驾驶者已经习惯了单踏板驾驶，对他们来说，踩刹车反而成了一件多余的事儿，只有在最后完全停下时才会用到。但这种顺滑优雅的驾驶方式是建立在我自己完全理解车的行为的前提下的，而不是建立在后车也理解的前提下。你越少踩刹车，你的刹车灯就越少亮，你越少亮灯，后车就越难判断，判断越难，轻微追尾发生的概率就越高。所以当你现在看到一辆电车车尾中间那一小块有点不平整的时候，其实不必急着下结论，那不是驾驶水平的标签，也不是产品质量的证据，而是一个时代过渡期留下的痕迹。动能回收改变了减速方式，但交通系统的共识驾驶者的条件反射刹车灯的表达逻辑还没有完全同步进化。在这个过程中，轻微追尾统一位置的小凹陷就成了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副产物。